现在呢，我们就准备一起来动手做看看咯。那最简单的方式，你要制作简报、制作影片，我们就从喜欢的范本开始。在 Canva 里面呢，你大概只要掌握以下这几个步骤，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完成。首先，你可以先找到你比较喜欢的范本，接着我们就来加入适当的图库素材，然后您可以把你的文字打进来，接着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图片、影片、文字来做动画。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看看吧。一般来说呢，我常常看到老师的制作方式，大部分都是在我们 Canva 首页这里，就直接选择，比如说他想要做简报，就选择简报；想要做影片，就在这边直接点选影片。然后呢，进到里面之后，我们再来选择这个类型里面的呈现的方式。接下来，老师们就会从左手边这里先找找看有没有喜欢的范本，或者是透过输入关键字的方式来找到您想要的范本，直接套用进来。但是呢，这种方式其实如果对于您目前还没有太多想法的人来说，可能还是会觉得我所看到的这些范本好像还没有我喜欢的，怎么办呢？其实您可以用第二种方式，您直接就在这里输入您的关键字，先不管它是属于哪一个类别的，我们来找找看，在您所要找的关键字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范本。例如说，我们最近圣诞节快到了，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输入圣诞节的关键字。那在你找到的这些范本里面呢，我们可以先从左手边这边先做一个类别简单的筛选，或者是在这里做一些风格上的筛选。比如你想要比较有快乐气氛的，我想要有插画感觉的。这个时候，当你做了这样子的区隔，我们所看到的范本就会比较符合这样的方向。那么再来呢，此外呢，你也可以在类别这边做一些筛选。比如说，我想要卡片比较属于横式的，我们就作为这样的一个筛选，你就比较能够找到您比较喜欢的这些范本。虽然它不见得是简报类型，但是呢，您都可以选择，没有关系。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我还蛮喜欢的，那我就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虽然它不是我们简报的类型，但是呢，您可以直接做两种方式的复制。第一种是一般账号就可以使用的。那我们看一下，您可以找到在下方这里有一个叫做显示页面，您可以把它打开，您就可以像我们一般在做简报一样，可以看到它的页面在这边。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直接按下 Ctrl+C， 就可以把这个页面复制起来。您在这边呢，不建议您用框选的方式来做复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您用这样复制，只会复制到我们页面上面的这些物件，背景颜色啦或背景图片并不会一起被复制起来。而且有些时候，可能你找的范本有多个页面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一次全部复制过去。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您只要按下键盘上的 Ctrl+C。那现在呢，我切回到我们刚刚所产生的这个空白页面上，直接按下 Ctrl+V， 这样就可以连同我们的底色、背景图片一致复制，一起把它复制过来。如果多个页面也可以一次复制，在不同的 Canva 视窗里面，这些资料都可以互相的做复制跟贴上，非常的方便。您复制过来之后呢，我就可以针对这里面的素材，我们稍微再调整一下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尺寸，
上面这边下的雪不够多，我们也可以复制一个，再把它贴到旁边来，这样就可以变成符合您所需要的简报或是影片这样的尺寸的一个版本。所以呢，你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所有的范本您都可以拿来当作是您想要制作的范本的内容，不用特别局限它是用在简报、用在影片、用在卡片上，完全都可以透过您这边来做制定的一个动作。第二种方式呢，则是针对你已经升级到教育版，或者是有加入老师的教室，还是你已经是 Pro 的账号，那么我们可以透过上面的调整尺寸这个功能，直接把你找到的范本转换成可以在简报使用的这个尺寸。如果是属于付费的功能或是教育版的功能，它在右上角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个皇冠的图，代表这就是付费的功能。好，那么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您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就是这个地方您做的这个改变尺寸的动作，它是属于不可复原的。所以如果您直接按了调整尺寸，那就没有办法再把原始的档案恢复成现在的这个卡片的一个状态。那您可以使用上面这一个复制一份来产生一个新的。好，那我现在这一个呢，因为都还没有任何的制作，所以我就直接来做调整尺寸就可以。调整完成了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已经变成了我们使用的这个简报的尺寸。那就跟刚才的做法一样，再把它稍微调整一下，甚至呢你要替换一些素材的内容，通通都是 OK 的。这样你就可以在简报的一个规范之下，我们可以做出你想要也喜欢的范本，来做出适合的内容。有了一个喜欢的范本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找找它里面的图库素材，来帮我们的内容做一个加分的动作。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在 Canva 里面呢，它有提供非常多的素材，包括了一般的图片、图形，还有声音，甚至是影片，通通都有。那么在这里呢，它很聪明的，因为它有发现我们在这个里面有一些像这些圣诞节的一些图片，所以您会发现它在图像这个地方呢，就会自动推荐相关的这些图档的类型供您选择。您可以从这边查看全部，在这里你所看到的就是自动推荐的，我们可以按查看全部。有没有发现全部都是属于圣诞节的？那如果呢，您本身是使用教育版，您会发现在您的素材里面会多了一些这种学士帽的图示，表示这些呢是属于教育版才可以使用的这些素材。好，你想要这个点一下，这样它就加进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我就可以做一个替换咯。这样是不是就更有圣诞节的气氛？而且因为你用了这个，它又再继续推荐你其他相关的，所以这样真的非常的贴心。因此呢，你会发现大家很喜欢用，就是因为它有这么多这些免费的图库，您又不用担心版权的问题，我随时都可以把它拿出来。只要你在 Canva 里面使用教育版的部分呢，原则上就是不可以作为盈利用途，其他的我们在教育现场的使用通通都没有问题。此外呢，你也可以透过上面的关键字来做搜寻，例如我想要找一些图像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找到很多的相关的这种素材。那你如果想要找会动的素材， Canva 里面也很多哦。你看这里有这种会动的，而且因为我选了这个，它马上又推荐你其他的，是不是就有更多的素材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好，像你想要这个，我就把它点一下，
这样就可以增加我们简报里面的这种动态的效果。现在我们就可以再针对文字的部分，再加入一些您想要的内容。首先，你可以点到文字这个类别，它里面呢，除了标准的大标题、副标题跟内文以外，也预设了很多文字的样式。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从我们刚刚的范本里面直接来做修改。那在选择字型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帮我们准备了不少中文的字型，包括了仿宋、原体、明体，还有王汉忠老师的一些字型。那么甚至呢，您也可以自己上传。当然这个上传的部分，首先您必须是教育版的老师，学生没有办法。那第二个呢，就是您是 Pro 版的这个使用者才可以上传字型。而且呢，您当然也要确认这个字型的版权是 OK 的。例如呢，我在这个地方我有上传了2个字型，这2个呢都是属于开源字型。下面这个叫做轻松手写体，另外呢，上面这个部分叫做沉鱼落雁手写体。这个字型呢，最近在网络上的声量其实也蛮高的，他们都是以开源授权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可以拿来这边使用。那老师呢，您上传到教室之后，所有的同学通通都可以使用这个字型。虽然他们不能够是自己上传，但是他们可以使用到老师您所提供的这样的字型。套用进去，我们就看到了。所以您在这个地方 Merry Christmas， 那你也可以直接打上中文的内容都 OK。最后呢，我们要来谈一下动画的部分。目前 Canva 的动画可以针对单一个物件，也可以针对整个页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选到单一物件，那你按下这个动画，它里面的动画方式，你只要把滑鼠滑过去，就可以马上看到这样的效果。你也可以一次选取多个物件，按住 Shift， 我们就可以把多个物件一起选起来，一起加上这样的动画效果。那以这种方式呢，不管是针对图片、针对文字，甚至是影片，我们都把它称作元素的动画。如果呢，你不是要这样子去套用，我们希望针对整个页面所有的内容都来做动画的话，请你先不要选择任何页面上的物件，按下上面的动画，这样就可以。那您可以看到这里有2种使用动画的方式，第一种叫做组合式的，第2种叫做基本的。如果您选择是基本的，那么我今天滑过去的时候，所有的物件通通都是使用同一个方式来做动画的呈现。那您如果是选择组合的，它可能就会比较有趣一点。所以我通常把这个部分称作套餐，它会从我们基本里面挑选几个来做一个组合，变成一个这样的趣味的动画样式，或者是时尚的动画样式。所以呢，如果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好，建议您可以试看看用组合的，就可以得到不错的一个效果。这样时间呢，你也可以自己决定，点到它就可以来决定你动画的时间要长一点还是要短一点。所以经过我们刚刚这样的制作之后，有了一个范本，加上它内建的图库，加上文字，再加上动画，您会发现我很轻松的就可以利用 Canva 的功能，简易的完成很不错效果的简报或是影片。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它的原因。